这两天大家刷视频都看到了吧？那位法国总统马克龙啊，在中国又爽了。他在法国无法受到的欢迎和体验，但是在中国感受到了啊。又是晨跑，又是和这个学生亲切的握手啊。在四川大学那场告别演说，看见没？那叫一个深情款款，那眼神那语气啊，这不知道还以为是哪部法国浪漫爱情片的大结局呢。他说啥呢？他说：“好遗憾呀，相聚的时间太短了，我对这里依依不舍。”我看底下那帮学生激动的啊，那个闪光灯卡卡的。但是兄弟们，咱们得长双透视眼啊！你别看他那个眼睛里是含情脉脉的，看着是又亲和又浪漫，咱们得往他眼睛深处看，那是啥？那是阴鸷，是焦虑，是那种家里面着了火，想找人借水桶又不好意思张嘴的算计。这一趟访华啊，你以为啊他就是来吃火锅啊、看熊猫的？拉倒吧，这都火烧眉毛了。现在的欧洲，现在的法国，那个日子过得叫一个紧巴。马克龙这次来啊，那是属于无事不登三宝殿啊，脸上堆着笑，袖子里藏着算盘。他这一趟来就求3件事，但是这3件事恰恰把法国乃至整个欧洲那种既要又要还要的尴尬心态，那是彻底的摆在台面上。今天啊，咱们就把这马克龙这层浪漫的画皮给它扒下来，看看里面它到底卖的什么药。这第一件事呢，就是咱们老生常谈的乌克兰危机。在会谈的时候啊，这个马克龙啊，那是反复念叨一句话：中法携手至关重要。这话听着吧，好像是挺好听的，是吧？挺抬举咱们中国的。但是你得会听外交黑话啊，这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：大哥，中国大哥，救命啊！我实在是顶不住了。为啥顶不住啊？你看看现在这局势啊，东边俄罗斯那个普京啊，那是越打越有精神啊，根本就摁不住。那西边呢，大洋彼岸，美国那个金毛大统领啊，啥脾气吧，大家都知道，那可是标准的生意人，他早就放话了，不想管欧洲那堆烂摊子了。这个梯子呢，它是随时可能撤的，一旦美国撤了，留下欧洲这帮老贵族在风中凌乱。现在这个欧洲是啥情况？那是骑虎难下呀。乌克兰啊，那就是个无底洞，是个碎钞机。欧洲这点家底啊，血都快被放干了，暖气费都交不起了，老百姓是天天上街游行啊。所以这个马克龙这次来啊，他心里那个急啊，他是想让中国干啥呢？他想让中国出面去帮他摁住普京。他的算盘是啊，用中国的面子换欧洲的安全，意思就是啊，中国你得帮我施压呀，让这个俄罗斯停手啊，这样我就能解脱了。你说这个算盘打得响不响？这就好比两个邻居打架啊，是你欧洲自己在那儿拱火，现在打不过了，还得罪不起对面那个壮汉了，你就跑过来找我，你帮我把那个壮汉给捆上，凭啥呀？咱们中国这次的回应啊，那是相当有智慧，这就叫太极推手。咱们说了啊，我们支持和平，但绝不选边站队，这话太硬气了，意思就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啊。这祸是你们自己惹的，别想把这个锅甩给中国。我们可以摆张桌子，倒杯茶，劝你们坐下来谈。但是想拿我们当枪使啊，想让我们当那个为了你们欧洲利啊去得罪俄罗斯的工具人，做梦去吧，门儿都没有。这记太极推手一推回去啊，估计马克龙心里那是哇凉哇凉的。还有这第二件事啊，这才是他这次来的核心。其实说白了就俩字儿：搞钱。你看看他这次带来的那个豪华天团，好家伙啊，空客的老板，法国电影的老总，路易威登的掌门人，这帮大财阀全来了。你说这帮人来干嘛？那是眼珠子都绿了呀，盯着咱们中国人的钱包啊。诉求是特别的直白啊，中国大哥多买点我们的飞机吧，多买点我们的包包吧，多来我们这儿投资吧。你要是正常做生意，咱们欢迎啊，咱们中国的市场大，容得下呀。但是转折来了，重点在这儿啊，就在前不久，在这个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啊，就是这个法国带头起哄，非要给咱们中国的电动汽车加征关税，那叫一个凶啊！那是带头大哥呀，喊着要保护欧洲汽车工业，要搞死中国电车。这我就看不懂了啊！你在欧洲是抡起锤子砸我的锅，要把我的新能源产业往死里整啊！转头到了北京，你就换了副笑脸，端起红酒杯跟我大谈反对脱钩断链，还说希望中国开放市场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
这就叫一边砸锅一边要饭，这是典型的精神分裂呀。哎，你想啊，我想把车卖给你，你收我40%的税；你想把包卖给我，我就得敞开大门欢迎你。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啊？你当中国是冤大头呢？对此啊，咱们中方这次也是不客气。虽然咱们是礼仪之邦，没有当面骂街，但是话呀点得很透。咱们直接就告诉他，供应链本来就是交织的，搞小院高墙只会堵死自己的路。那这话翻译过来就是，小马呀，做人要厚道啊！你想赚钱，行啊，先拿出点诚意来，别一边跟着美国屁股后面搞技术封锁，一边呢又惦记着中国市场的红利。你要是再敢对我们的电车下黑手啊，你那什么白兰地啊，你那什么奢侈品啊，咱们是不是也得反倾销调查一下呀？这就叫以直报怨。我看这次马克龙啊，在白兰地这个问题上是碰了个软钉子，心里面肯定是直打鼓啊。这不赶紧跑成都吃火锅去了，想缓和气氛。那再来说这第3个算盘，这个更有意思啊，这是个面子工程。马克龙这次抛出一个特别有想象力的提议啊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明年呢我们要办 G7 峰会，我们希望能和 G7 开展合作，甚至我想邀请中国来参加。”这乍一听吧，好像是挺有面子哈。G7那是啥？以前吧，那是富人俱乐部，那是世界权力的中心，邀请你去啊，好像是给你发了一张 VIP 入场券。但是各位啊，今时不同往日了呀，你睁眼看看现在的G7啊，那是夕阳红老年活动中心啊，经济总量占比是越来越低，几个国家也是各有各的难处。那反观咱们这边金砖国家扩员之后啊，那个声势一天比一天的浩大，全世界都是排着队的想进金砖。这马克龙也是个聪明人，他看的比谁都清楚啊。G7快撑不住了，那个台子快塌了呀。他想拉中国进G7，或者说跟这个G7搞合作啊，本质上是想干啥呢？是想借光。他想借着咱们中国的影响力啊，给这个过气的富人俱乐部续命。那同时呢，他还想显摆一下法国的地位啊，这意思就是，哎，你看，只有我马克龙能把中国拉到西方的桌子上说话，我是西方的外交桥梁。对于这种小心思啊，咱们心里面跟明镜似的呀。咱们要是真正的多边主义，是大家平起平坐，联合国宪章说了算。咱们可不是为了去给你们那个西方小圈子当点缀、当花瓶的呀！想拿中国当绿叶，衬托你们那朵快枯萎的红花，不好意思，没空。最后呢，咱们再说说啊，他在成都那场秀，在这个北京谈完正事儿，那是真累啊，碰了一鼻子灰，赶紧就飞成都了。火锅吃起来，熊猫看起来，乒乓球打起来，还在川大演讲，搞得特别的亲民。这也不知道操作其实是有门道的。之前在白兰地，在电动车这些经贸问题上，咱们给了他脸色看，他急呀，他怕真跟中国闹僵了，所以他急需要靠这种亲民秀维持住中法友好的热情。这是做给法国国内和这个欧洲看的。哎，你们看啊，虽然有分歧，但是我跟中国的关系还是挺好的，我还能谈。这也说明了一点啊，马克龙啊，就算满肚子小心思啊，他也绝对不敢，更不愿和中国彻底的翻脸。其实说到底啊，法国人的逻辑，甚至是整个西方的逻辑啊，到现在还是那套双标。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：你有优势的领域，我就用行政手段打压你，说你产能过剩；那你有影响力的领域啊，你就得按我的规则帮忙，说这是你的大国责任。在他们眼里啊，抢中国的利益那是为了产业安全，合情合理；让中国牺牲利益帮他们，那是天经地义。这哪也是合作啊？这分明就是一场服从性测试。但是现在的中国，那早就不是100年前的中国了。这种既要又要的套路啊，其实说到底啊，就是你们自己产业不行了，影响力不行了的焦虑表现啊。你那依依不舍的眼神我们收到了，但是你要真想相聚时间长一点，真想把这个生意做下去啊，下次来哦，别光带着空客和 LV， 把诚意2个字装在这个包里面带过来，否则这个火锅再好吃，你也吃不出来那个香甜味来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。咱们且看这个马克龙回去之后，是接着砸锅呢，还是老实改锅呢？我是肖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